这黑灯瞎火的让我过来修水泵，还着急用水，说水泵一通电就跳闸。来看一下跳的什么闸啊？就是这一个闸，一合闸就跳总漏电保护器，那就是漏电呗。测一下就知道了。这个闸带的水泵，下边没有电。这根线接了3根火线，一个零线，下边是个零线排。可以测一下这个火线与零线之间，把这个零排作为 D 排来测量漏不漏电。测量火线与零线零排，表针没摆。这一项火表针一摆到头，这一项的线是漏电呀，还是有电路啊？如果零火有回路，这样测是正常的。就中间那一根线与零线是一摆到头，那一头可能有回路，那一头还没看。然后这边接了一个水泵控制器，用它来控制水泵启动停止。这个是水泵，3项水泵。这个是啥呀？是接的啥呀？这是电接点压力表，那一头有水罐，通过压力控制水泵的启停。它进来的电源线是这一根，没看到零线呀，就3根火线。它这个用不到零线，线的那一头接着零线，这一头没有零线。负责水泵的师傅不在，我先修着，把线拽出来，确实没有零线，只有3根线，那就往上捋一捋，看有接头吗？这一捋找到了，线接到这个电闸下面了，水泵的闸是拉下来的，也就是说水泵没送电。如果说水泵不合闸，刚才那个闸一合就跳漏保，那跟水泵没有关系。再看啊，这个是进线，3根火线一根零线，那这个线的粗细和刚才总电闸那个线不一样，那线的中间肯定有接头，除了水泵就接了一路电，用了一根火线一根零线。刚才在那头测零火，有一路线100到头，会不会就是这路线的回路呢？测一下，拉下这个电闸，断开那根火线，直接测零线与这3根火线之间100到头，可以确定进来的主线再没有接其他的电路。为什么零火之间就100到头呢？拆掉这根零线，我把线都拆干净，然后再测。反正我断定它这个进来的主线在中间有接头，而且出问题的地方很可能在接头的位置。现在单独测火线与零线100到头，要么这根主线中间接着其他的电器，要么可能是接头有问题，那就捋这根线呗，顺着这根线找。线长有点乱，这根线到水池的那一边去了，得过去看看，那边肯定有接头。这怎么过去啊？是飞过去还是游过去啊？过来了，希望能有新发现。有的线破皮了，破这点皮不影响。找到了接头，看着没问题，也没有破皮。从接头这个位置测一下，我把每个线都扒破一点皮，测量一下每根线与零线。这个蓝线是零线，先测黑线与零线，没问题。红线与零线，刚才那头测的红线与零线，对，就是100到头。这个红线怀疑有问题，哪一段的问题呢？我掐断这个红线，从中间断开就可以测一下哪一段有问题。粗线与零线，这一段没问题。细线与零线100到头，可以确定从那个总闸到这个位置的细线有问题。红线没问题。是线的问题吗？那就找这根线太长了。最后发现这个线往房顶走了，直接来到配电箱这测量，测红线和零线是100到头的。他们说怀疑电闸有问题，那我就把这个红线拆下来，拆下这根线再测量。红线和蓝线还是100到头啊，确定是线的问题。这个好办，直接换线。你要说在哪个地方有问题，黑灯瞎火的不好找，他们还急着用水，那我就给他找一找，看能不能找到问题的地方。这个线太长了，现在从头开始捋，这头上房顶了，
把线拽下来，看能拉动，哎，还能拉动。他们师傅开始张罗着换线了，拿来了新电缆。我这边还发现了问题，跟我估计的差不多，线有破皮的。房顶的彩钢瓦把线给刮破了，你近看啊，都有线打火的痕迹，就是那个红线同时打火了，这是和彩钢瓦接地了，也是漏电。扒开线皮处理一下呗。这个线还可以，也可以重新接一下，或者是直接缠上绝缘胶布，不影响。把所有的电路恢复再测量，当然没问题。合闸送电，电闸这一头测量的都很正常，三相电380伏，零火之间220也正常。送上电，半碎了，关好了。哎，可麻烦那个。好了，水泵打水正常，我的维修也完成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哎呦我操！焊接设备不运行、不工作，没有任何反应，看我能不能给它修好。第一次见这种设备，先了解一下它是干什么的。这是几个焊接头，靠气缸来传动，焊接这种钢管。通过工人师傅的介绍，对设备有个大致的了解。手动和自动焊接。现在的故障是任何动作都没有。送上电以后，工人师傅说有一个继电器一直不亮，应该亮的。返修设备电路要先听工人师傅说，才能更快的就是明白这个设备的故障可能出现在哪一块。触摸屏都正常。看一下它这个电路，这只是控制电路的一少部分，因为没有图纸，也不知道这些都是干什么用的。PLC 继电器、变压器，怀疑是继电器块不好，再换了好几个都不好。这有限位开关，怀疑限位开关不好，新换的。这还有光电开关，其实我是怀疑这些开关不该亮的亮了，或者是该亮的它没亮。我用螺丝刀靠近这个接近开关，也亮，也正常。下边 PLC 也有输入信号、输出信号，信号是没问题，很到位，输出也正常。他们说这个继电器应该吸合，这个继电器的线圈是 PLC 输出来控制继电器的线圈吸合。现在 PLC 没有输出，所以它不吸合，继电器不亮灯。现在 PLC 为什么没有输出啊？是没有输入信号吗？前面操作面板没打开运行，看看 PLC 有没有信号输出，有，多了一个。现在亮灯的是10和13两个灯，两个输出。左边这个是10，对应的下边一个线号是 Y10，Y10在这儿。这个 Y10 对应一个接线端子，这个就是 Y10。Y10 控制的啥呀？控制的这个中间继电器的线圈，它应该亮，为什么不亮呢？ PLC 给它信号了，它应该亮灯吸合呀，对吧？你看这个13有输出，看这个 Y13，找到对应的端子这根线，这个继电器通电吸合，亮灯了。Y13在这儿，接的中间继电器的线圈，上表来测一下。交流电压档24伏达到50伏档位，先测13和这个零位吧，和零线，咱叫它零线。有电压怎么30伏、32伏，有点高。下面测这个10有没有输出，如果有输出，它不吸合，那就继电器坏了。看一下线圈电压，应该有，但是它没有。也就是说 PLC 没有输出，亮着灯它没有输出，您说这奇怪不？我以前遇到过这种现象，不知道这次是不是和我以前遇到的一样，是线断了吗？直接测量 PLC 输出与这个零位，别是线头断了，还是没有， PLC 确实没有输出，什么原因呀？PLC 内部坏了，敢不敢给它拆开看看PLC 内部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来就是给它查查故障，没有把握修好。他们说这个设备的故障很复杂，
厂家来了都很难修好，我没有把握，所以说现在确定 PLC 没有输出。我如果给它短接一下会怎么样？把13和10短接，找了个线头，把这个输出13跟10短接一下，看继电器吸不吸合。可以，没问题，它就是 PLC 没输出。这个继电器控制的是这个气阀电磁阀，现在没通气儿，把气儿送上看看。气儿送上了，看一下这个气阀控制的是哪一道工序，手动按下气阀，控制的气缸是加紧和松开，也就是说现在的动作应该是加紧，但是 PLC 没输出信号。我要拆开 PLC， 我想看看里面哪个地方不好，导致没有输出。反正修这种设备就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呗。接线端子在插口没问题，还得继续拆，可能是里边的问题。拆掉输入端子排，得把它拿下来呀。打开底座卡扣，把 PLC 拿下来。现在从外边都可以看到，里边是一个一个的中间继电器、小继电器，看是不是继电器触点不好，导致没有输出。把它拆开，一块电路板，啥也看不懂，不知道是干啥的，咱也不敢乱拆呀。拿掉上边这块电路板，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中间继电器，黑色的小方块。拆掉上面这块板有个电池，这个电池不能掉了，先给它扣上吧。把整个一块板拿出来，下边还有一块板。这一拆有新发现，继电器的底座电路板，继电器是焊到这个电路板上的，这个线路烧断了，这个很明显。这个铜拨片从中间的烧断了，很薄的一个连接片。把它扒开，你看一下，已经断了。这种怎么办呢？只能说给它焊一个跨接线，把两个焊点之间用线连起来，就是这么用根导线把它连起来，不知道好不好使。把它装起来，插上输入和输出两个端子，把电送上，显示很正常。把设备打开。现在是可以了，但是我不会操作。开电运行。包上来的，哎呦我操！点位距离没调好，调好距离就不打火花了。焊接是正常的。好了，剩下的他们自己慢慢调吧。感谢大家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